加油，可以了吧？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 DBC Toys 反攻玩具，我是小麦。时隔3年，出自魂系之父宫崎英高的类魂游戏《艾尔登法环》终于推出了新的衍生作品，那就是我们的《艾尔登法环：黑夜君临》啦。黑夜君临为融合 Rogue 以及 Souls 2种游戏风格的合作通关游戏。开局前，玩家可以先挑选想要攻略的最终 BOSS， 从8名渡夜者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扮演，与最多2名队友一同线上对面，不是，是一同线上升级打 BOSS 啦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《艾尔登法环：黑夜君临》的限定版实体套组，也就是说，你会买到的不只是游戏，还有它的相关游戏周边。老样子难抢的要命，因为它不止限定，还限量啊！我们先来看外盒部分哦，正面就是游戏的名称以及它精美的图腾，侧面就是你买限定版的内容物一栏，背面就是游戏的介绍以及注意事项。当外盒拉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边的内核。其实我在猜想，盒绘上啊，它这3双翅膀以及这3个图腾，是不是在代表着游戏中你会有3个人通关，然后你在这局游戏你要度过3天3夜，以及在这3天的昼夜你要打3个 BOSS， 然后这一艘很像维京船的图腾啊，就代表着1局游戏。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，欢迎在我们下方留言。那我就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箱吧。OK，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啦。那各位请记得哦，将东西拿出来的时候，不要直接一整箱往倒反的下面倒，请温柔的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哦。至于为什么特别跟大家提哦，毕竟限定版真的很贵嘛，绝不是因为刚刚有人干了这件事情哦，绝不是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最上面的小纸盒哦，里面装着一般版的实体游戏片、数位原声带的兑换卡纸、特制的铁盒，以及装有渡夜者特卡的信封。数位原声带卡纸正面印着的是游戏中可选择的最终 BOSS Gradis。原声带的兑换方式，只要扫描上面的 QR code， 接着在兑换页面输入兑换代码即可兑换。铁盒上的盒绘正是8名渡夜者的其中一位追踪者，背面则是经典的图示，只是在配色上采用这次的主视觉蓝色，不是本传的金黄色。铁盒内部印有这次游戏所发生的区域尼姆韦德的美术概念图，装有渡夜者特卡的信封上印有对应角色的职业图腾。说真的哦，如果未来有发光贴纸的话，我会买，设计的真的很好看。游戏中可选择的渡夜者共有8位，分别为追踪者、守护者、铁之眼、女爵、隐士、无赖、复仇者以及执行者。特卡的材质采用亮面厚纸卡，背面的图案是一样的。这样的设计与游戏王蛮类似，拿在手上有一种中二的感觉。召唤追踪者，采取攻击状态，攻击酸。美术设定集的盒绘啊，一样是我们熟悉的追踪者，出现次数真的好多，我都怀疑他是宫崎英高的亲儿子了，还是这是因为他是其中一名初期就可以操控的角色。设定集的内容为游戏世界的风景图、8名渡夜者的设计稿，以及8名最终 BOSS 的设计图。那我在上网做功课的时候啊，我记得他有提到说，在你打最终 BOSS 之前啊，你还会去打随机出现的怪物以及中小型的 BOSS， 有可能将黑暗灵魂或者是血缘诅咒的怪兽收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啊，只是美术设定集的部分它就没有在其中了。最后就是限定版的重头戏——追踪者实体模型。武器的安装非常简单，先把剑与剑柄分离，再把剑插进追踪者的右手，最后再将剑柄插回去就完成啦。当然，官方有附一张安装说明，照着做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模型整体给人一种身经百战的老兵感，姿势给人一种蓄势待发、随时准备好战斗的感觉。头盔的两侧有类似马莲尼亚的翅膀设计，内衬部是整只模型色彩最丰富，也是最没有旧化感的地方。光一照上去会非常的突兀。披风除了有做随风飘逸的设计，尾端也有用深浅不一的棕色做出破旧的斑驳感。胸甲与肩甲的纹路细节非常丰富，辅以灰色的漆面，
强调盔甲清理多场战斗的战损效果。左手的武器装置外侧为弩弓，内侧为钩爪装置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称呼追踪者为艾尔登之狼的原因。右手的剑有特别做出不对称的设计，一侧做得斑驳不堪，给人一种不断战斗导致砍动武器钝掉的感觉。背部的下摆印有和会上的图腾，服装的下摆除了有做仿布料的质感之外，但与和会的差异是，圆形图腾种类又多了一种，共有4种不同的图腾在上面。靴子的部分啊，有将仿皮革的材质呈现出来。地台的部分就中规中矩啦。你以为我们只介绍黑夜君临的限定版就结束了吗？错，我还跟喜欢艾尔登法环的朋友借了一组艾尔登法环的本传限定版，那我们就一起拿出来吧。当当，这一组就是2022年发行的艾尔登法环的限定版实体套组啦。2款限定版的主视觉配色有着天差地远的差异。艾尔登法环是暗色为底，加上艾尔登法环的标志性图案，给人一种皇室的高贵感。黑夜君临则是选择较为冰冷的蓝灰色，上面除了图腾以外还有类似石头材质的表现，让人有一种看壁画的感觉。特制铁盒就更明显啦，可以看出印在铁盒上的图案，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美术设定集2本都是40页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黑夜君临给人感觉较为单薄，相比之下本传的比较厚实。最不一样的就是2款限定版的模型啦。本传限定版的模型为马莲尼亚女神，整体设计就给人一种高贵且不可战胜的强敌感。当然，在游戏里面也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。2款模型的做工都很细致，不管是盔甲的纹路以及布料的上色表现，都是极为出色。有趣的是，头盔都有翅膀作为造型呈现，不禁让人思考这是否有什么关联性，或是只是刚好而已。但有一点我很喜欢本传限定版的地方是，它装模型的外盒在打开之后可以作为展示地台与背景板使用，把马莲尼亚一摆进去，史诗女战神的气势就出来了。黑夜君临并没有做这样的设计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好的，今天的艾尔登法环黑夜君临的实体限定组合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以及分享。若是未来想要看更多的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的 DBC Toys 泛攻玩具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